长新冠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为何长新冠女性患者较男性多2倍呢？哪些长新冠的症状女性比较多呢？女性得了长新冠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呢？长新冠自救4大招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r. Lin。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不断的上升，越来越多人在染疫康复后陆陆续续产生新冠后遗症的困扰。WHO 对新冠后遗症的定义为感染新冠肺炎后3个月内症状持续出现2个月以上，并且无法以其他诊断来解释。那这些症状呢，统称为长新冠 （Long COVID）。而长新冠常见的症状有：第一，严重疲劳，有些人会感到体力衰退的非常严重；第二，认知障碍问题，像是脑雾，觉得自己记忆力变差了，人变笨了；再来就是出现焦虑、忧郁、失眠和自律神经失调；第三，肠胃不适，像是拉肚子、食欲不振，导致体重下降；第四，呼吸道症状，像是咳嗽、胸痛、呼吸困难，有一些人变成爬了一点楼梯就会喘；第五，心律不整；第六，味觉和嗅觉出现异常；第七，经期周期变乱或是不正常的出血；第八，结缔组织问题，像是不正常的落发、皮肤炎、肌肉关节疼痛。前一阵子有一个日本研究发现，女性罹患长新冠的几率高于男性。而身为女性的我们，今天就要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与女性应该要如何因应长新冠？哪些长新冠症状女性比较多呢？这个日本的研究是以1000位长新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发现，女性罹患长新冠的比率高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呼吸困难、心律不整、咳嗽、掉发、味觉异常的症状，而且研究人员发现，女性体内免疫 T 细胞的数量比较高。相较之下，认知障碍与忧郁在男性的发生几率比较高，而且数据发现，这些男性长新冠患者的免疫 T 细胞数量比较低。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女性的免疫系统相较于男性会对于病毒产生较强烈的过度免疫反应，也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失控了，而导致这个性别与症状上的差异。因此，借由检验体内的免疫 T 细胞，也就是免疫完整性细胞分析检测，有助于了解免疫系统的现状，也才能对症下药。长新冠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当这个新冠病毒进入人体体内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发炎反应。这时候如果发炎反应持续过久，也就是所谓的 non-resolving inflammation 未解决的发炎，那就会导致长新冠的症状。最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也从研究中发现，长新冠常见的脑雾、嗅觉味觉丧失、失眠症状，是因为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并错误地选定攻击大脑的血脑障壁细胞，也就是所谓的 BBB blood-brain barrier， 导致神经发炎和大脑损伤。因此，长新冠其实算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它来自于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之前我在健康聊心事自体免疫影片系列的第38集曾经提到过，新冠病毒的棘蛋白会诱发自体免疫反应，导致免疫系统错乱地产生不同的抗体，去攻击身体的各个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图，它完整的呈现了棘蛋白会去诱发抗体，去攻击肠道细胞、皮肤细胞、神经系统、甲状腺、关节、肌肉细胞、细胞内分子，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全被棘蛋白飞弹一个一个的轰炸，结果产生了多重系统问题与五花八门的症状。所以，了解长新冠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更多关于逆转自体免疫疾病的知识，大家可以参考健康聊心事的自体免疫系列，连结会在下方的资讯栏。女性较容易罹患自体免疫。我曾经在健康聊心事的第35集里面提到，性荷尔蒙是有免疫调节功能的，而由于女性每个月都会有荷尔蒙的波动，若是荷尔蒙失调的话，身体就容易倾向发炎的状态。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女性本来就比男性更容易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红斑性狼疮。荷尔蒙失调也是女性罹患长新冠比例较男性高的原因之一。长新冠自救4大招。今天在这里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长新冠自救4大招。最后一招尤其跟女性朋友特别相关。第一招，333自然医学水疗法。由于长新冠是一种慢性的多重系统发炎，若能够加速体内发炎物质的流动和代谢，则有助于降低局部与整体的发炎。而自然医学水疗法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进体内发炎物质的代谢。很多人不知道水的力量其实很大。接下来我要教大家333自然医学水疗法。
第一个3的意思是指用热水冲3分钟，在洗澡的时候拿着莲蓬头冲你的身体，从下往上冲，也就是从脚开始往上冲，冲到身体的躯干部位。第二个3则是指冲30秒冷水，也就是先冲热水3分钟之后再冲30秒冷水。做完以上这些就是一组，那一套呢总共要做3组，这就是所谓的333自然医学水疗法。由于热水会让血管扩张，冷水会让血管收缩，血管一扩张一收缩就会造成帮浦效应，所以整个循环代谢就会变得比较好。如果本身肌肉紧绷或是有局部发炎的话，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发炎的物质或是细胞代谢出来的废物能够比较快的被带出那个区域。在做水疗法的时候，热水的温度设定以你能够接受的最高温度为主，冷水的温度呢则是以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温度为主。你可以自己调配，那也不要用太高的水温，避免烫伤。那我现在做个总结，333自然医学水疗法就是用热水冲3分钟，再换冷水冲30秒，重复做3组，每天早晚各做一套，它会有助于改善长新冠的疲劳、失眠和身体疼痛的问题。第二招，长新冠止咳穴位。关于长新冠常见的咳嗽、呼吸道症状，有2个穴位有助于舒缓这个问题。第一个穴位是天突穴，它在脖子的正下方，胸骨正中间的凹陷处，它有助于止咳化痰、止喘，改善咽喉炎和支气管炎，缓解呼吸不顺。第二个穴位是云门穴，锁骨外侧下方的凹陷处，它有助于缓解支气管炎和胸闷。建议每天早晚用吹风机吹这2个穴位，一个穴位呢可以吹3分钟，温热这2个穴位有助于舒缓呼吸道的不适。第3招，身心运动。在康复的期间呢，适合做一些舒缓的身心运动，像是瑜伽呀、太极呀，或是慢走，这都有助于体力的恢复。由于染疫后心肺功能可能还在恢复当中，这时候就要避免激烈的运动，像是有氧、重量训练、拳击、快跑、三铁，因为这些运动会过度耗能，在人还虚弱的时候不建议做这些运动。此时呢，应该要做一些缓和的身心运动，一方面能够释放康复期间的身心压力，有助于锻炼体力；另一方面也藉由延展肌肉和打开关节，这样就有助于减少身体的慢性疼痛。第4招，处理荷尔蒙失调。对于女性长新冠患者而言，由于性荷尔蒙有免疫调节功能，因此若本身有荷尔蒙失调和妇科问题，一定要赶快调整女性荷尔蒙系统，内转发炎体质，才能降低新冠病毒引起的一连串自体免疫反应。常见的妇科炎症问题像是经痛、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子宫肌腺症、巧克力囊肿、多囊性卵巢囊肿、乳房纤维囊肿、罹患过妇科癌症等，这都代表你的女性荷尔蒙系统是失调的，所以很重要。再说一次，性荷尔蒙失调的女性越容易被诱发出自体免疫问题。因此，如果你的长新冠问题一直拖了很久还没好，那建议你就要从修复荷尔蒙失调来下手，恢复你自身免疫调节的功能。关于更多逆转妇科疾病的知识，连结我们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长新冠其实是属于多重系统 （multi-system） 出问题的慢性炎症，它涉及的身体层面很广，因此患者往往需要跑遍医院的各大专科，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可是呢，身体其实是不分科别的，而是医师才分科别，所以呢，我认为唯有从根源处理，调整你失控的免疫系统，才能一石多鸟。因此，尽快寻求能够处理多重系统问题的专业人员协助是非常重要的。当身体越发炎，抗病毒的能力就会越弱。目前已经出现传播力更强的 Omicron 第2代变种 BA.2.75，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从长新冠中康复，才有本钱再来抵抗下一波的病毒。千万别让身体一直在慢性发炎和重复感染中来来回回。关于更多如何增强抗病毒的能力，大家可以参考健康聊天室的第44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很实用，也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也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